点开今天的视频，是时候让我来替你醒醒脑了。现在的社交媒体，说实话，真的有点离谱了。我们对于正常生活的幻想早就被它彻底扭曲。刷到别人住着豪华公寓，每天吃着精致的早午餐，周末不是在国外度假，就是在顶级酒店 SPA 里放松，感觉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完美，只有自己还在公司加班加到夜里，只能点一份外卖草草了事。人家年纪轻轻就能买房买车，自己却为了省房租，不惜每天通勤1个小时。别人家的衣柜里永远有穿不完的新衣服，家里也干净的像样板间一样。请问谁看了谁不焦虑呢？以前的普通生活好像已经不被接受了，很多人买东西买到透支信用卡，衣服穿一次就闲置。你看到别人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但也许镜头外乱得一塌糊涂，皮肤看起来光滑无瑕，可能是用了滤镜。这些被形容成精致生活的标准，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今天就想来聊一聊社交媒体是怎么一点点让我们失去了对真实生活的判断力。在社交平台上鼓吹的第一种焦虑呢，就是财富焦虑。在网络上看到同龄人能住得起一间还不错的公寓，家里满柜子的包，周游世界，到处的跑，你就会想，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看起来这么轻松？为什么明明和我一样大，甚至比我还小，就能赚那么多钱？网络上最擅长的就是把人们的生活片段通过滤镜修饰得很完美。现在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些是专门为了打造你变成一天名媛的这种体验生活，带你去5星级酒店打卡拍照，发出来的朋友圈就好像自己很有钱，或者是刚过完一场非常豪华的生日聚会一样。那普通人看了之后就会觉得自己不如他们，会去质疑为什么他们能买得起名牌包，我却还在为房租发愁；为什么别人不到30岁就能开豪车，而我工作几年存款还不到5位数？其实现在有很多 MCN 公司会去雇模特，租豪车，租豪宅，会铺垫出一个豪华的场景，拍摄完成后再搭配上躺平月入10万的文案，成功吸引那些对生活充满焦虑的人的关注。有些所谓的成功创业博主住的房子开的车都是租来的，目的是为了在镜头前营造成功人设。这些博主会和你说，普通人也能月入10万，你只需要复刻我这套方法就能实现财富自由。我永远都相信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真能赚钱的话，为什么博主本人不抢着去做，还会那么好心分享出来吗？他们分享的不是真的告诉你如何去赚钱，而是付费课程，所以你花了几千块钱听了一堆废话，不仅没有变有钱，反而还浪费钱和时间。财富焦虑呢，不仅在于看到别人的成功，更在于无法逃离对自己失败的放大。你可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生活过得很糟糕，但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放大镜底下呢，别人的生活会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得不够好，是不是活得不够努力。你刷了一次别人分享的成功文学，下一次打开就是年入100万的秘诀和投资理财的实操教程。一旦你开始相信这些内容之后呢，你就已经掉进了财富焦虑的循环里。所以财富焦虑是来源于你把自己和他人放在了一个不同的生活背景下进行对比。第二部分焦虑则是容貌和身材焦虑，这几乎成了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焦虑。以前大家对于美是多元化的，但现在都是清一色的大卧蚕、嘟嘟唇、眼头提亮，最后不管合不合适这个人的脸型，呈现出来的化妆风格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千篇一律。网上全都是医美攻略和变美指南，如何打造完美下颚线，如何拥有高鼻梁，甚至还会有人专门做整容，将卧蚕这一块东西打出来。我有点不太能理解，美已经被数据化和标准化了。以前你可能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好看，现在会被直接分成卧蚕要多大角度才好看啊，鼻子多高才显立体呀。另外就是身材焦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你看到那些健身博主们拥有清一色的马甲线、人鱼线和大块肌肉，这背后可能是每天2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外加严格的饮食控制，甚至还会加上一些辅助产品和抽脂。但事实上，很多健身博主除了真的练就一副好身材以外，发布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和视频都是滤镜、修图和拍摄角度以及光线的效果。就连我自己健完身后会对镜自拍，都会找最好的灯光，能够最显肌肉线条的角度来拍摄。我在这里呢，并不是在否认他们练出来的身材是假的，只是说为了能在视频和照片里看得更加显眼和突出，甚至是给
你推销他们的健身课程和私教，当然少不了一定的 P 图修饰。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自由，但有些人确实是走向了极端，甚至为了整容而陷入负债。变美本身没有错，医美也不该被污名化，但问题是当这种美的标准被社交平台不断强化和放大后，很多人就开始迎合这种标准，自己才算是被列入好看的排名。必须要求脸上不能有皱纹，不能有法令纹，说的好像别人有皱纹就是犯法一样。因为审美潮流还在不停的变化，今天流行瘦巴巴身材，明天就流行丰满身材。你可能刚垫完鼻子，第2年又流行自然鼻。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去迎合潮流审美，而是找到让自己舒服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社交媒体不仅在塑造完美外表和成功人设，更在无形中定义什么叫理想爱情和完美婚姻。以前谈恋爱结婚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现在网络上遍布都是拿着剧本的合约情侣，像一些情侣视频分享恋爱过程中的甜蜜瞬间等等。你看到的这些日常可能只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几秒钟片段，可私底下情侣之间的争吵和冷战，这些真实的部分你永远不会看到。因此网络上的秀恩爱都成了一种内容产业，有不少情侣博主专门拍摄视频吸引粉丝，再通过合作赚钱。你以为他们在秀恩爱，实际上是在拍摄一条有策划的剧本片段。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内容的受众群体，别人幸福与否都和自己无关。我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别人的幸福当成自己焦虑的来源，会希望自己的对象也按照视频中的模板，随便出手就是几万块的零花钱。有人说男朋友每个月不送花就是不够爱你，节假日不懂安排旅行的男朋友就是没有诚意，不懂得主动转红包的男友就是小气抠门。紧接着评论区的网友们就成了一个个情感专家，开始指手画脚，只劝分不劝和。有什么事就当面说，别背后议论我。什么时候开始2个人的情感知识由得网友们来说3道4？本来很平常的恋爱，突然就被这种攀比心理弄得紧张又焦虑。你开始觉得只有这种合格的男朋友才是真正的爱，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恋爱都成了将就。最后一点就是被社交平台重新定义了一个家该是什么样的。以前可能是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舒舒服服能住就行，现在的网络会告诉你，家里要装饰成奶油风的背景，北欧风的风格，从一个让人休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一个展示空间。以前买餐具呢是为了吃饭，买家具是为了能舒服，现在你会觉得买沙发是为了搭配房间风格，餐具一定要配色。你还会看到有人教你如何在家吃出仪式感，在家做出精致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不是路边摊买个包子，就是煮碗泡面就出门。一旦你开始过度关注这类内容之后，于是买了一堆烘焙工具，各种茶杯、燕麦碗，到最后就变成了早上起床时间根本不够，别说要吃一份精致早餐了。至于你在网上看到别人为什么能一大早起来就能活得那么精致，那正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前摆好相机角度，或者自己就是在家自由办公的人。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早上能5、6点起床健个身，结束后还能洗个澡，然后悠哉悠哉的喝杯咖啡，这种只是镜头下呈现出来的高效率生活。我们正常人生活呢，不应该是这样的，更不应该因为这种摆拍的内容而产生焦虑。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到高效，首先就是要做到早睡早起，合理规划每天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还没睡醒一大早就起来拿个相机在那边摆拍。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喽，拜拜。